这里是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2019年5月份，委内瑞拉反政府组织与军警发生冲突，几乎陷入战争。在过去几年里，人们饱受高物价、疫病的痛苦，他们在垃圾堆里寻找食物，妇女待在家以防不测。这里每天发生着各种恶性的犯罪事件，中产阶级纷纷出逃，大量的人死于非命，警察也爱莫能助。这里是谋杀者和抢劫犯的天堂。脱下面罩的他们不过是求得生存的普通人，在正常的国家，他们可能是上课的学生，或者是公司的白领，但是在这里，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过上在刀尖舔血的日子，而其他人只能龟缩在城市的角落里自求多福。不少人甚至将这些犯罪者视为圣徒，将他们制作成雕像，向他们祈祷，希望能够保佑平安，以求得精神的慰藉。大家好，我是 Louis， 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曾经的委内瑞拉是拉丁美洲的一颗明珠，以各种选美冠军闻名于世。《飞屋环游记》里的仙境瀑布便是取材自委内瑞拉的天使瀑布，它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石油蕴藏量比沙特阿拉伯还高出1成，曾经是拉美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短短几十年，它便从人们羡慕的人间天堂堕入无间地狱。是石油价格的崩塌导致这一切，还是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说法，这一切都是美帝国主义的阴谋？还是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接下来让我们通过这个视频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上世纪60年代，独裁者西蒙尼斯被赶下台。过了1年，委内瑞拉终于实现了真正的民主大选。民主行动党候选人罗穆洛·贝坦科尔特当选总统，国家开始走向正轨，委内瑞拉也走向了政治民主化。这一时期经济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跃居拉美国家之首。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政府的举措催生了一系列的资本财团，普通民众收益很少，贫富差距日益增大，各种抗议和骚乱不断。在盛产革命家的中南美洲，委内瑞拉也迎来了他们社会主义衣钵的继承人查韦斯。翻看查韦斯的履历，更多的是在军校里面摸爬滚打，唯一一段西蒙波利瓦尔大学研读政治学的经历还没有得到学位。和其他受共产主义思潮影响的前辈一样，其理论功底并不扎实，他们所谓的思想更多是来自一些同辈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幻想和一些2-3手革命前辈的只言片语，加上民族主义的大杂烩，实现委内瑞拉的伟大复兴云云。他给这套理论冠以一个响亮的名号——波利瓦尔主义。早在1992年，猴急的查韦斯便发动了政变，占领了一些城市，困兽犹斗一番后以失败告终，他也被捕入狱。而他这次的行动目标总统佩雷斯在11月遭到弹劾。查韦斯因为这次事件声名大噪，到1998年出狱的时候开始参加竞选总统。他的政策主张也是针对底层民众，在选举中提出反贪腐和消灭贫穷的口号得到了民众的支持，他成为救世主一样的存在，最终以56.2%的选票击败了保守派的亨利克·萨拉斯罗莫，当选委内瑞拉新总统。剧情到了这里，在一个成熟的代议制民主国家，即便是糟糕的总统，在国会和法律的约束下，他也只能采取有限的措施，几年后就被选下台了，这样带来的损失也会比较小。然而不幸的是，脆弱的委内瑞拉民主制度根基并不稳固，最终他走到了柏拉图最反感的那种民粹政治当中。这种民主的现代版本是以牺牲法治和经济政策的想当然为代价的，与专制并无二致，其核心只不过是把公民大会变成了台上的所谓代表人民的领袖意志罢了。上台后的查韦斯开始大张旗鼓的社会改革，把原本旧政府所采纳的自由市场经济迅速的转变为准社会主义的收入重新分配计划，开始国进民退，把国内的石油公司收为国有。对外关系上，他完全颠覆了原有亲美外交政策的传统，逐渐与美国和欧洲脱钩，朝向非主流的外交路线，与一众社会主义难兄难弟打成一片，并于1999年修改宪法，把任期由1届改为2届，任期由5年改为6年。到了2012年，查韦斯开始第4次当选总统的时候，人们似乎已经把这些繁文缛节抛诸脑后了，没有人记得还有宪法这回事了。如果不是2013年查韦斯罹患癌症去世，可能我们还能欣赏到这位反美斗士在国际舞台上的飒爽英姿。获取终身任职总统权益的同时，他还架空了国会、法院和地方政府的权力。他将国会由2院制改为1院制。以反腐为口号上位的他，上台后腐败不但没有减轻，在开除了一堆将军后，反而变得更加严重。委内瑞拉的国际青年指数在世界各国常年垫底。关于委内瑞拉政府腐败的素材多到可以专门做好几期视频了。
以查韦斯的家人为例，查韦斯的父亲是巴里纳斯州的州长，查韦斯的母亲艾莱娜·弗里亚斯管理着当地的儿童基金会，支配着大笔的预算。大哥亚当斯先后担任委内瑞拉驻古巴全权大使、教育部长，三弟阿巴尼担任巴里纳斯州副州长、萨巴内塔市长，四弟阿尔格尼斯担任国家电力公司总裁，五弟纳齐奥先后担任委内瑞拉驻古巴经济参赞、维古卫生合作计划负责人。在委内瑞拉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时候，查韦斯子女们在美国买名牌包、彻夜轰趴，过着极尽奢靡的生活。正所谓反美是工作，留美是生活。当然，这一切也可以解释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需要。同时，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他加强了思想控制。2007年内建立了132个社会主义培训中心。他在4月24日下令该国所有企业职工每周至少上4小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查韦斯深谙媒体的影响力，他立法推进了广播频道的民主化。在2005年3月，查韦斯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媒体管制法案，判定媒体诽谤政府官员是非法的行为，对查韦斯和其他官员进行人格诋毁将可能招致最长40个月的刑期。据统计，查韦斯当政之初，委内瑞拉政府只控制了1家电视台、1家调幅电台和1家调频电台。然而到了2007年，政府已经控制了85%的电视信号、2个国家级广播电台、1个新闻社、3000家社区电台和近100家的门户网站。不过百密一疏，Twitter 和 YouTube 在委内瑞拉仍然是可以访问的。在言论封锁的这条道路上，委内瑞拉可谓是任重道远。在查韦斯的统治前期，经济还是取得了高速增长。随着2011年油价下跌，委内瑞拉的经济状况一泻千里。查韦斯苦心积虑地想要提高国民的知识水平，但恐怕最需要提高知识水平的是他自己。缺乏经济学常识的他昏招频出，由于大规模的补贴造成财政缺口的加大，于是大印钞票来应对。但是对一个粮食70%靠进口的国家来说，它需要的是外汇，印钞票只会导致通货膨胀。而接下来他的想当然又来了，他开始强行规定物价。2011年11月，查韦斯宣布水、果汁、肥皂、卫生纸、尿布等生活用品采用固定价格。他这样一宣布之后，这些商品马上在货架上消失了，因为原料都要进口，成本万物皆涨，售价不能反映成本，工厂当然只好停产。另一方面，聪明的人们也预期到这些商品马上就会买不到，于是赶紧强买囤积。查韦斯气急败坏，转而攻击雀巢、高露洁、联合利华这些资本家的邪恶阴谋，还说是奸商才造成了缺货。到了查韦斯过世之后，接任的马杜罗被迫进行了配额限购，也没什么作用。最终大家只好大排长龙，四处抢劫暴动。无计可施的马杜罗只好呼吁大家学古巴自己种粮食。到了2019年起，委内瑞拉的通胀率到达了骇人的100万，即是说年初的一个鸡蛋只要100块，但是到了年末一个鸡蛋要100万块。人们的财富被稀释殆尽，低效的国企已经成为了一具僵尸，人才纷纷离开。终于在共产理想下，查韦斯和他的继任者将自己成功地改造成了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国。说到和美国的关系，在查韦斯清算国外资产的时候，粗暴地将美国的资本划为国有，那时候和美国的梁子就结下了。更何况美国日后页岩油技术的开发一跃从石油进口变成了出口国，加上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新仇旧恨，两国变得水火不容。和以往共产乌托邦的实践者一样，查韦斯们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反思，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一切都是美帝国主义的阴谋。然而这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2016年，委内瑞拉每日生产约230万桶石油，但人们在社会福利用油有高度补贴，消耗其中60万桶油，另有50万桶油必须出口中国，偿还先前以石油产能为抵押的500亿美元贷款。20万桶则延续查韦斯时代的国际援助，以补贴价格提供给古巴等左派盟友国家。扣除上述配额，每日产量仅存100万桶可外销。在国际油价每桶100美元时，每年也只能卖得365亿美元，而委内瑞拉每年进口所需外汇达770亿美元，还短缺一半。也就是说，美国不用发动什么油价战，就算油价继续维持在2014年以前的高位，委内瑞拉一样会崩溃。从查韦斯的各种表现来看，他的学历是值得怀疑的，大概率不会听过事物发展的原因是有内因和外因，内因起决定作用这样的说法了。无论是石油价格还是美国，都是委内瑞拉彻底崩溃的外部原因而已，但绝对不是主要原因。作为一名独裁者，查韦斯实在是不够格，从他蹩脚的言论管控可见一斑。他缺少独裁者六亲不认的那个劲头，让家人身居要职，给人烙下腐败的画饼。理想未满，腐败有余。此外，他也缺乏一个合格独裁者的深谋远虑。如果他上台后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引进外资，不至于日后石油经济一损俱损。
他的世界大同理想也有可期，不可操之过急。在此基础上，通过低人权优势变成制造业大国，韭菜慢慢割。而且作为当代的社会主义者，他过于实诚了，他的高福利政策看来是真给，实在是缺乏东方的厚黑精神。如表法理的道理懂不懂？可能是石油经济的发展给了他不切实际的幻想。商君书说，民弱则国强，国强则民弱，视为独裁者的金科玉律。把这笔钱用于维稳，它不香吗？配合高压言论管控，社会不致溃败至此。最后配以国家宣传机器，伴随科技发展渗透各国。假以时日，随着国力的发展，与美国平起平坐指日可待。人民不但不会反抗，还会以国家的强大而自豪，沉醉在实现他的南美命运共同体的幻想里。由此可见学习的重要性。乌托邦的理想就像永动机一样，不断的会有人去尝试。人类永远不缺和自然规律较劲的莽夫，说不定哪天就真的给造出来了，谁知道呢？对前赴后继的乌托邦建造者还有哪些建议？欢迎在留言区补充。到最后，右翼政府时期导致的贫富差距加大、重商轻农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一系列矫枉过正的措施，石油经济发展制造的荣景被打破，原有制造业无法支撑人们的需求，到最后落得个饿殍满地、国将不国的下场，成为人类乌托邦理想破灭的右翼注脚。在若干年后，某个疾病交迫的夜晚，委内瑞拉的人们是否会回忆起拿起选票的那天，如果没有投给查韦斯，未来是否会有不同？在查韦斯一次次侵犯人权、破坏了民主法治、言论自由的时候，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必要手段。自由、公民权利能当饭吃吗？民主制度被破坏的恶果，终究要人民自己来承担。只是没想到的是，这代价是如此的惨痛。或许他们期待一个新的救世主来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再来一番毁天灭地的社会大改造，再次发起对乌托邦理想的冲塔之旅。如果是那样的话，只能是堕入无尽魔幻现实的轮回之中。